1亿6千万年之后，有一群人站在宇宙的尽头，手里握着一台机器，而那台机器唯一的用途，就是给整个宇宙按下重启键。这不是神话，这是一场推演走到最后的模样。今天我们就把这条路从头到尾走一遍。假如人类也能像恐龙那样，拥有整整1亿6千万年的发展时间，我们的文明最后会站在什么高度？我们真的能摸到神明的那道门槛吗？我会带你一口气推到底，从这颗星球上的第一堆篝火出发，一直走到人类亲手改写物理法则的那一天。我先把结论放在这里，按照今天已知的物理，只要那台推着我们往前走的东西一直不停，1亿6千万年足够人类走完全部5级。而且在最后一集上，我们会迎面撞上整个宇宙的死亡，然后打一场几乎必输却又不一定输的仗。先把打分的尺子说清楚。1964年，苏联天文学家卡尔达舍夫提出了一套分类法，他不看你会不会造飞船，也不看你有多少人口，他只看一件事，你能调动多少能量。能把整颗母星的能量攥在手里算1级，能把一颗恒星的输出全部吃干净算2级，能支配整个星系算3级。后来的学者又往上续了2级，4级动的是宇宙的尺度，5级动的是法则本身。卡尔萨根还补了一条差值公式，把这把尺子磨成了连续的小数。按这条公式算，今天的人类大约停在 0.73级，1级的门槛我们连边都没有摸到。但你知道吗？就为了这 0.73级，我们已经走了很久很久。180万年前，直立人才刚刚学会在雷火烧过的余烬里护住一点火星。3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还蹲在东非的草地上，用打薄的石片刮兽皮。12000年前，人类才第一次把种子按进泥土里，而从莱特兄弟那架木头架子颤颤巍巍离地，到人类的靴底踩上月尘，中间只隔了66年。你看出来了吗？时间的跨度在飞快压缩，产出却在成倍翻番。作为对照，恐龙统治这颗星球整整1亿6千万年，文明产出是0，人类爬到 0.73级用掉的全部时间，连恐龙统治时长的零头都算不上。这中间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运气，也不是时间，真正的差别是一个叫棘轮的东西。棘轮是一种只许朝一个方向转，绝不允许倒退的结构。人类的每一次学会都被语言、被师徒、被文字、被印刷、被网络卡住一格。人会死，可那一格留在了原地，而恐龙的每一次学会都随着那具身体的死亡清零重来。有人会说，恐龙只是不够聪明，但这句话并不完全对。它们里面有会照顾幼崽的，有会集体捕猎的，有会用叫声互相提醒的。它们缺的不是聪明，是一种把聪明存下来的办法。一头恐龙一辈子摸索出来的经验，最多传给身边的几只，再往后就断了。所以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恐龙为什么没有变聪明，而是我们凭什么能。请你记住这句话，时间从来不是燃料，能把每一步都锁死，不许倒退的那台棘轮才是。当你把这样一台棘轮硬拉长到1亿6千万年，你听过的所有科幻设定都会显得像小孩的积木一样单薄。那么第一步该迈向哪里？答案可能会让你意外。通往1级文明的第一步，不在星辰大海，而在你自己身上。很多人以为，只要突破了可控核聚变，我们就能像电影里那样，穿着帅气的宇航服在星系之间穿梭。但在真实的推演里，最拖后腿的从来不是发动机，而是你这具肉体。你想想看，你必须每时每刻吸进氧气，浓度低一点会窒息，高一点会中毒。你的体温只能在37摄氏度上下晃动1-2度，多了是高烧，少了是失温。
你几天不喝水，器官就会陆续停摆。这还只是在地球上的日子，到了太空，情况会难看得多。在失重环境里，你的骨量每个月会流失1%到2%，那是地面上老人整整1年的量。你的血液会往头上堆，颅内压升高，眼球的后壁被压得变形，视力一天天模糊。这在航天医学上有专门的名字，叫太空飞行相关神经眼综合征。你的心脏因为不用再对抗重力，会慢慢变圆变懒，泵血的力气一层层薄下去。而在地球磁场这把伞之外，深空里的高能重离子会像一排看不见的钢针，径直穿过你的头骨，在脑组织里留下一条条微小的通道。它不只是伤害你，它还会改写你精子和卵子里的密码，在封闭的世代飞船上繁衍几代之后，那些原本沉睡的隐性病会在人群里同时醒来。你的免疫系统在失重下也会变糊涂，它会把无害的东西当成敌人，又对真正的病毒反应迟钝。更别忘了你还要吃饭，一个成年人1年要吃掉大约半吨的东西，这半吨全都得从地球上背走，或者在船上种出来。而在以光年计的旅途面前，这个数字还要再乘上几千年。你可能觉得这些毛病将来都能治，可你要治的不是某一种病，是这具身体的整套设计。它是为了在草原上活到40岁而掉出来的，不是为了在真空里熬过10万年。说到底，你其实是一缸必须恒温、恒压、恒湿的热带鱼，带着这缸鱼去横穿沙漠，你觉得能走多远？所以，如果真给我们1亿6千万年，人类要做的第一台大手术，不是造船，是换掉这具皮囊。大约在未来的300年到5000年之间，第一道台阶会被搭起来，它的名字叫意识迁移。这件事完全不是小说里写的那样，戴个头盔，灵魂就被抽走了。真正的迁移是一场慢到你察觉不到的手术。哲学上有个老问题可以帮你理解它，叫祖父的斧头。你祖父留下一把斧头，后来你换过斧柄，再后来又换过斧头，那它还是不是原来那把？关键不在零件，在于替换的方式。未来的做法是这样的，医生会把数以万亿计的纳米探针送进你的血管，它们穿过血脑屏障，一根根贴在你上千亿个神经元的表面。它们一开始什么都不做，只是学习每一个神经元什么时候放电，学习每一条突触上那份连接的轻重。等到某个用了几十年的神经元自然衰竭的那一刻，贴在它身上的探针会在 DS 之内接手，输出一模一样的信号，它的邻居察觉不到任何异样。就这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你照常上班，照常睡觉，照常做梦，你的生物脑被一点一点换成了别的东西。在神经科学里，这条路线叫渐进式神经替换，它最要紧的一点是过程从头到尾没有断点，你的意识1秒钟都没有熄灭过。你可能会担心被换掉的那个人是不是已经死了，但你每天晚上睡着的时候，意识也中断过，醒来你并不觉得自己换了个人，更何况在这场手术里连中断都没有发生过。你不会在某个早晨醒来，然后怀疑自己是不是复制品，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个早晨，只有一条连续的被慢慢换掉的河。等到最后一块碳基组织退场，你的记忆，你的脾气，你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已经完整的落在了新的载体上。你还是你，只是换了一副不会腐朽的骨架。从这一刻起，你不再需要呼吸，不再需要吃饭，也不再需要睡觉。一枚同位素电池加上一层足够厚的屏蔽，你就能在零下200摄氏度的木星轨道上待下去。你还可以把自己的时钟调慢10000倍，一觉睡到半人马座，醒来时旅途已经结束，只有卸下了这具身体的下限。
人类才算真正拿到了通往深空的门票。但宇宙的账本从来是平的，这张门票的背面早就印好了价格。如果你再也不会饿，你还会为了一顿饭去拼命吗？如果你再也不会累，你还能尝到躺下那一刻的松弛吗？如果你知道自己有的是时间，你还会为任何一件事着急吗？如果连终点都被抹掉了，那么在这1亿6000万年里，活着这件事本身还剩下多少分量？过去我们说人生短，所以要抓紧。现在时间管够了，可抓紧这个动作本身消失了。这个问题在往后的1亿多年里会反复回来找我们，而且每回来一次，分量就重一点。人类在走向1级文明的路上，亲手消灭了所有的痛苦，也一并交出了痛苦兑换来的那份满足。当身体的欲望被剥干净之后，还能推着这些数字灵魂往前走的，只剩下2样东西：一是好奇，二是对算力永不满足的饥渴。而现实不会让你在哲学里待太久。数字人口开始指数级膨胀，每一次思考，每一次模拟都要吃掉惊人的电。地球上所有的常规能源加起来，在这个无底洞面前连塞牙缝都不够。也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时刻，人类不声不响地跨过了1级文明的门槛，把整颗母星的能量彻底攥进了手里。棘轮卡住了第一格，新的目标就挂在头顶。当地球被榨干最后一度电，所有人开始盯着同一样东西，那就是太阳。你大概听过戴森球这个词，很多人想象的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空心球，把太阳严严实实包在里面。但在真实的物理里，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立不住的幻象。第一，没有任何已知材料能撑住那样的跨度，光是它自己的重量就会把它压垮。第二，一个完全封闭的球壳会把恒星的热量全锁在内部，最后把里面的一切融成铁水。而最要命的是第三条，牛顿早就证明过，一个均匀球壳的内部引力处处为零。这句话听起来平淡，后果却很致命。它意味着这个壳根本不会被太阳稳稳吸在中间，它只要被一颗彗星轻轻碰一下，就会一路飘过去，撞在太阳的脸上。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说戴森球？因为它在图上好看，而宇宙从来不按图纸办事，它只认受力。所以在抛掉肉身之后，又走了8万年，我们选了一条更聪明的路，建造戴森群。它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数以万亿计的独立单元，围着太阳铺成一层薄雾，它们之间不需要任何支架，也不需要互相连接，每一片单元都薄到只有几十个原子的厚度。太阳光打在上面产生的那一点点压力，正好抵消掉太阳对它的引力。1990年，物理学家罗伯特·福沃德给这种既不绕圈也不掉下去的东西起过一个名字，叫敬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永远不会落地的雪，每一片雪花都停在半空，一动不动，靠的不是力气，是恰到好处的平衡。这就是这类工程最反直觉的地方。你以为要靠更硬的材料，其实要靠更聪明的受力方式。但麻烦马上就来了，要铺满这样一层雪，需要的材料是一个天文数字，就算把整个地球拆成粉末，也凑不出1/1000。于是人类工程师做了一个在今天听起来近乎疯狂的决定，拆行星第一批下手的目标是小行星带里那些没人心疼的碎石，可它们全部加起来的质量还不到月球的5%，很快就被吃光了。真正的主菜是水星，它离太阳最近，运送距离最短，它没有大气，不用考虑污染，它的表面重力只有地球的1/3，把东西从它身上扔出去，便宜的像倒垃圾。你可能觉得拆掉一整颗行星是天方夜谭，但在几万年的技术积累面前，
这只是一场规模大一点的常规手术。一支完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采矿舰队会扑向水星，像一群闻到了血腥味的蚂蚁。它们在赤道上架起一圈太阳能熔炉，用聚焦到刺眼的光斑，一层层刮下岩石，把金属提炼出来，再送进一条几百公里长的电磁轨道。那条轨道被称作质量投射器，它像一把没有弹簧的弓，把一枚枚做好的镜位直接甩上太阳轨道。整个过程不需要一滴外来燃料，因为被拆开的水星本身就在源源不断的供电。在接下来的几万年里，这些不知疲倦的机器日夜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整颗水星被拆完大约需要几万年，听上去很久，但你要知道，我们已经不再用一代人的寿命去算工期了。等到水星被啃到只剩下一颗光溜溜的铁盒，他们会转过头扑向金星。金星比水星难啃得多，它有一层厚到能把铅压软的大气，光是把这层壳剥掉就要多花上几千年。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抬头看夜空，水星不见了，金星也不见了，太阳系的星图上被人擦掉了2颗星，它们的物质被重新拼成了数以万亿计的收集板，变成了环绕太阳的那层薄雾。但人类还嫌不够，为了拿到更多物质，也为了让这盏灯烧得更久，我们对太阳本身动了刀。这项工程在天体物理里有个名字，叫恒星举升。做法是在太阳的2极上方布下几百座月球大小的超导磁环，用人造磁场把等离子体从2极抽出来，像挤一管牙膏那样，让太阳自己往外吐物质。抽出来的氢和氦一部分被冷却收集，变成整个文明最纯净的燃料库。你等于一边在给这盏灯换灯芯，一边把换下来的蜡收进仓库。而更深远的效果在另一头，恒星的寿命取决于它的体重，越胖烧得越猛，死得越早。当太阳的质量被一点一点抽走，它内部的聚变会自己慢下来。原本只能再烧50亿年的黄矮星，会被硬生生改造成一颗温吞的红矮星，寿命被拉长到几万亿年。这不是让它多活一会儿，这是给它换了一种活法。等到最后一片净位就位，太阳系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如果这时候有别的文明在几十光年外看着我们，他们会发现那颗明亮的黄色恒星消失了，原地只剩下一团微弱的红外余温。太阳每1秒钟泼出去的能量被人类一滴不剩地接住。有了这笔近乎无限的家底，我们甚至可以玩起真正的炼金术，用粒子加速器把最普通的氢撞成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超重元素。到了这一步，人类跨进了卡尔达舍夫的第2极，成了整个太阳系真正的主人。棘轮又卡住了一格。但是宇宙从来不会让任何物种睡一个安稳觉，哪怕你把整颗恒星装进了口袋，它依旧握着随时掀翻棋盘的权利。人类靠着这层薄雾安稳地走到了未来200万年，然后警报响了。你可能觉得一颗被改造过还能烧几万亿年的恒星已经足够安全，但太阳系从来不是一间密室，它只是银河系里一条随时会有人经过的走道。2004年12月27日，一道来自5万光年外的射线扫过地球，它的源头是一颗叫 SGR 18062的磁星。那是一种磁场强到能把原子扯变形的中子星。那次爆发只持续了 0.2 秒，释放的能量却超过太阳25万年的总输出。哪怕隔着大半个银河系，它依然搅动了地球的电离层，让当时的一批卫星集体失灵。现在你把它挪近一点，如果这样一颗磁星在离我们几十光年的地方翻个身，那会怎么样？
高能射线以光速扫过来，你不会有任何预警，因为报信的光和杀你的光是同一束光。哪怕你把机房埋进地壳深处，这种量级的辐射也能穿下去，把电路里的每一个开关随机翻面。而且这种事并不是万年一遇，银河系里这类恒星尸体有上千万颗，太阳系每隔几千万年就要穿过一条炫壁，那里的恒星格外密集，出事的概率会陡然升高。对今天的血肉之躯来说，那是一场大病，但对已经变成纯粹信息的人类来说，断电和数据损毁就等于整个物种的死亡。你不会流血，你只会突然不再存在。所以人类做出了一个听起来很荒唐的决定，既然躲不掉，那就带着太阳一起跑。你可能会笑，太阳占了整个太阳系 99% 以上的质量，人怎么可能推得动一颗恒星？但在理论物理里，这道题早就有答案了。2019年，天体物理学家马修·卡普兰给出了一套完整的设计，后来大家把它叫做恒星发动机。它的工作方式很像一头在水里前进的鲸鱼。人类会在太阳的一侧建起一座巨型装置，一边用磁场从太阳表面摇走物质，一边把这些氢和氦点燃，喷成两道方向相反的火柱。一道火柱直接推着装置本身往前走，另一道打在太阳上，把恒星往前顶。与此同时，装置自身的引力又像一根无形的绳子，反过来牵着太阳跟上来，一推一拉，两股力量咬合在一起，整个系统就慢慢挪动起来了。这个过程不会快，恒星发动机推着太阳走，1万年下来，位置的变化连最近的邻居都察觉不到。但人类已经不在乎快慢了，我们在乎的是方向盘在谁手里。最妙的地方在于，你不需要给每一颗行星都装发动机，太阳的引力会把地球、木星连同外面那层薄雾全都拖着一起走。太阳系从此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自然天体，它变成了一艘直径几十亿公里的船。在往后的100万年里，人类驾着这艘船，在悬臂之间挑安静的地方停，挑富饶的地方歇。第一次，我们不用再等灾难落到头上，才知道自己该跑。当一个文明学会了搬家，它的胃口就再也收不住了。大约在未来1200万年这个节点上，人类不再满足于流浪，我们决定把种子撒到银河系的2000亿颗恒星上去。你可能会替我们算一笔账，这得造多少艘飞船？几千亿艘吗？答案是1艘都不用。人类掏出的是另一种东西，一台能自己复制自己的机器。这个思路来自数学家冯·诺依曼。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他就在纸上证明了，一台足够复杂的机器可以造出完整的自己。这些播种者不携带燃料，出发时，太阳轨道上的巨型激光阵会把它们的帆推到光速的1/10，而到了目的地，他们会展开一张几百公里宽的磁帆，靠切割星际磁场和等离子体来刹车。这是1988年工程师罗伯特·祖布林提出的办法。一张网就同时解决了减速和防撞2件事。落地之后，他们不建城市，也不写诗，他们只做一件事，找矿，然后造出2台一模一样的自己，再分别飞向更远的2颗恒星。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一根蜡烛，一根蜡烛可以点燃第2根，第2根可以点燃第4根，而它自己一点都不会变暗。1变2， 2变4， 4变8。在数学模型里，哪怕它们只以光速的1/10慢慢爬，铺满整条银河也只需要几百万年。等到那一天，每一颗恒星的旁边都立着一座中继站，每一颗恒星的周围都开始积起一层薄薄的雪。
更关键的是，这些机器不需要人盯着，你只要放出去第一批，剩下的事情他们自己会办。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一种不依赖寿命，也不依赖耐心的扩张方式。当然，这种机器一旦放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他们会一直复制下去，不管你后来是不是改了主意。这个隐患在几千万年之后，会以最难看的方式回来找我们。这个时候的银河系整个都在替你打工，人类的一只脚已经踩在了第3级文明的地板上，棘轮咔的一声又卡住一格。但就在所有人准备庆祝的时候，一堵墙冷冷地立在了前面。这堵墙叫光速。在爱因斯坦的框架里，光速不只是一个速度上限那么简单，它是因果本身的传递上限。哪怕我们已经攥住了2000亿颗恒星，哪怕我们早就不是血肉之躯，哪怕我们把整个银河系拆开重新装一遍，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让一条消息跑得比它更快。而这堵墙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不像别的困难会随着技术进步慢慢变薄，它从宇宙诞生那天起就是这么厚，而且永远这么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银河系的直径是10万光年，如果边缘的一处殖民地遭到袭击，他们发出的求援信号要飞几万年才能抵达太阳系，而首都收到之后再派出舰队又是几万年。等援兵赶到，那里的文明可能早就繁荣过、腐朽过、灭亡过，甚至又长出过一茬新的。几万年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什么概念？在地球上，如果一道政令要走3年才能传到边疆，这个国家一定会分裂。而在银河系里，这个延迟被放大了上万倍。所以在这样一个被光速锁死的宇宙里，一个统一的星系帝国在物理上就不成立。这不是智力水平的问题，这是几何的问题。我们能造出横跨星系的机器，却送不出一句能被及时听见的话。这是文明第一次发现，有些东西不是靠钱和技术就能解决的。更要命的是，撕裂不会停在政治层面。当2群人被彻底隔开100万年，他们会先失去共同的语言，再失去共同的记忆，最后失去同类这个概念本身。在漫长的1000万年里，散落各处的人类分支只能各自求生，而不同的环境会把它们捏成完全不同的样子。有一只落在了重力是地球10几倍的行星上，他们干脆放弃了站立这件事，把自己重新做成扁平的、贴着地面滑行的装甲块。有一只住进了褐矮星温暖的大气层，为了借那点浮力，他们把躯体撑成半透明的伞，一辈子不落地。还有一只钻进了地壳深处的运算核心，把主观时间调快了1000倍。在别人眨一次眼的功夫里，他们已经过完了整整1代人。而另一只为了省电，把自己调慢了1000倍。在他们眼里，星星是流动的，恒星的一生短得像一场雨。你想想看，当一个把1秒钟过成1年的人遇到一个把1年过成1秒钟的人，他们连对话这个动作都无法完成。而分裂最深的一层还不在形状上。在地球上，我们靠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节日、共同的祖先来确认对方是自己人，而这3样东西都需要频繁的来往才能维持。当一个分支为了在强辐射环境里活下去，把自己的思维改写成另一套逻辑之后，他们连善意这个词的定义都变了。你以为的客气，在他们那里可能就是挑衅。曾经同宗同源的人类，变成了成千上万种彼此看不懂的外星人。他们共享同一段祖先的历史，但那段历史已经没有人读得懂了。当这些分支在扩张中撞见彼此，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延迟的存在，双方根本无法完成一次有效的交流。你送出一句问候，
对方要几百年后才收到，等回信到你手里又是几百年。在这么长的空档里，谁也不敢担保对方没有变，谁也不敢担保对方的下一代不会突然改变主意。在猜疑链的尽头，只剩下一条冷冰冰的准则：先动手的那个才能活。于是，一场横跨10万光年的内战烧了起来。你可能以为星际战争就是电影里那样，两排飞船停在太空中，互相发射五颜六色的光束。真实的战争没有那么好看。在相对论的尺度下，一切花哨的武器都是多余的，最原始的东西反而最致命。双方最常用的手段是把一块几百吨重的岩石加速到光速的99%，然后瞄准对方的恒星扔过去。那块石头本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它就是一块石头，但它撞上去的一瞬间，会把足以点亮一颗恒星的能量全部倒进去，直接掀翻那颗星。内部的力学平衡，整个星系连同里面的服务器、地堡和居民，会在几分钟内被烧成一团等离子。这种攻击是无法防御的，因为武器的速度太接近光速。当你在望远镜里看见它飞来的时候，它已经砸在你的头上了。你不是先看见死亡，你是和死亡一起看见的。除了石头，双方还放出了武装版的播种者。那些机器依旧会自我复制，只是它们复制出来的每一台都只认一件事：抹掉一切不属于自己阵营的信号。它们像癌细胞一样，顺着悬臂一路蔓延，连派他们出去的人都叫不回来。更荒诞的是，很多战役打完几百年之后，发动攻击的那一方才收到对方早已投降的消息。你烧掉的可能是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放下武器的邻居。在这场持续了几千万年的黑暗内战里，无数恒星被提前引爆，银河系的天空上到处是不该出现的闪光。战争烧到最后，常规能源撑不住了，恒星被一颗颗打灭，剩下的那些也被抽得半死。无论是继续开火，还是维持自己的护盾和算力，都需要更海量的能量。走到大约5000万年这个节点上，活下来的人类分支把目光投向了宇宙里最危险的那样东西——黑洞。你要知道，在此之前的每一次危机，人类都是靠往外找答案解决的，往外找能源，往外找地方，往外找材料。而这一次，答案必须往里找，往物理法则的缝隙里找。在你的印象里，黑洞大概是一头只进不出的怪物，连光都逃不掉。但在一个积累了几千万年技术的文明眼里，一颗高速旋转的黑洞是宇宙中效率最高的发电机。这不是幻想。1977年，天体物理学家罗杰·布兰福德和罗曼·日纳耶克提出了一套机制，他们证明，只要有磁场穿过一颗旋转黑洞的世界附近，黑洞的转动就会拖着磁力线一起搅动，像一台被强行带着转的发电机，把能量顺着两极甩出去。我们今天在星系中心看到的那些几千光年长的喷流，很可能就是这套机制正在工作。人类要做的只是给这台发电机接上电线。工程舰队会在黑洞外围织起一张巨大的磁场网，让黑洞的旋转带着这张网一起转，转出来的电流被直接引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高速旋转的飞轮，你把一条湿毛巾的一头搭上去，另一头就会被死死拽着往外抽。时空本身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可以拧的东西。除了从旋转里抽电，人类还学会了利用黑洞两极喷出的相对论喷流，甚至在小型黑洞旁边去收集温度高的吓人的霍金辐射。同一颗天体被拆成了3种不同的电源。这套办法到底有多划算？给你一个参照
1公斤没烧干净，放出来的能量只有它自身质量的100亿分之几，核聚变是7/1000，已经是化学燃烧的几百万倍。而一颗理想的旋转黑洞，可以把落进去的物质的42%转成能量，整整60倍。只要那颗黑洞还在转，这条电线就不会断。而在你眼里最恐怖的那个东西，此刻已经从毁灭者变成了最温顺的牲口。有了这样一座取之不尽的电站，人类开始在黑洞的外围盖房子。他们建起的不是城市，是一台计算机。2000年，物理学家塞斯·劳埃德算过一道题，如果把1公斤物质的所有能量都用来计算，它每秒能做10的50次方次运算。这就是物理定律允许的极限。人类现在做的就是把这个极限堆到黑洞的尺度上，一层一层的运算壳把黑洞包在中间，内层吃掉最猛的辐射，产生的废热传给下一层继续算，一直传到最外面，把每一点能量都炸到只剩冰冷为止。这台比整个太阳系还大的机器，不为了别的，只为了算出一道方程。因为残存的人类看得很清楚，只要光速这堵墙还在，猜疑链就不会散；只要猜疑链还在，内战就不会停。就算把银河系里最后一颗黑洞也吃干净，这个种族最终还是会在内耗里烧成灰。所以他们把整个文明的算力压在了同一个问题上：怎么才能绕开光速？这一算就是5000万年。这台机器算得很苦，它试过绕开，试过压缩，试过在更高的维度里找捷径，中间有几千次答案看上去就在眼前，然后又被证明是错的。而在他计算的这5000万年里，外面的战争一天都没有停过。在人类文明走到第1亿年的时候，方程解出来了。答案不是让飞船跑得更快，而是把路本身缩短。1988年，物理学家基普、索恩和迈克尔·莫里斯就在广义相对论里找到了这个解。一条连接2个遥远地点的喉管，它在数学上一直成立，唯一的难处是要撑开它，你需要一种带负能量的材料，而这样的东西并不是纯属虚构。把2片金属板贴得足够近，中间的真空能量就会低于外面，这叫卡西米尔效应。早在1948年就被算了出来，1997年被实验测到。人类要做的只是把这一点微弱的效应放大到能撑住一条通道的量级。当第一艘船穿过喉管，在同1秒钟里出现在10万光年之外，那堵墙就算被绕开了。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一张纸，你要从纸的左边走到右边，规规矩矩爬过去，很慢。但如果你把纸对折，让2个点贴在一起，再用针戳一个洞，距离就不存在了。你并没有跑得更快，你只是让路变短了。掌握了空间之后，人类也顺手摸到了时间的边。在4维的视角下，过去和未来不再是一条单向流动的河，而更像一张可以来回翻看的碟片。人类改不了已经发生的事，但可以像站在高处俯瞰迷宫那样，提前看清哪个路口是死的。这项技术带来的最大改变，不再探索在重逢、虫洞网络铺开之后，那些因为延迟而互相残杀了几千万年的分支，第一次能够实时说话。当延迟从几万年掉到0，猜疑链在几个月内就塌了。人们坐下来，把各自的历史、语言和形状摊在桌上，一点一点对照，有的是贴地的装甲块，有的是浮在气层里的伞，有的只剩下一段纯粹的电磁信号。它们的样子已经天差地别，可当算力把彼此的思维翻译过来之后，他们在最底层认出了同一样东西，同一段来自东非草原的记忆。
有些分支是在见面之后才知道，几百万年前那场把他们打回石器时代的袭击，其实是一场误会。发起攻击的那一方，当年收到的只是一段被恒星风搅乱的信号，分崩离析了几千万年的银河重新接上了。到了这一步，人类不仅牢牢站稳了第3级，还把半只脚踏进了能够裁剪空间的第4级。棘轮再一次卡死，一格都没有退回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代的样子，能源是无限的，寿命是无限的，距离已经没有意义，所有外面的敌人都被清干净了，没有小行星，没有雌星，没有饥饿，也没有战争。我们好像已经把宇宙这个游戏通关了，但真正的敌人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从内部长出来的。问题出在动力上。从生物学的角度讲，我们所有的行动力追根到底都来自匮乏。因为会饿，所以去打猎；因为会死，所以要留下后代；因为不知道山那边有什么，所以才翻过去看看。而到了人类的第1亿年，这3样东西被同时抹掉了。你要什么都能在原子层面直接打印出来，包括一整颗行星，你不想结束，就可以一直不结束。至于未知，整个银河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高维空间也成了每天通勤的走道。生存不再是问题，但活着的理由成了最难对付的那道过滤器。1974年，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提出过一个问题，他假设有一台体验机，只要接上去，你就能获得任何你想要的经历，而且真实到分辨不出来。他问的是，你愿意接上去吗？他那个年代的人大多说不愿意，因为他们觉得人想要的不只是感觉，还有真的做过。但当这台机器真的被造出来，而且外面的世界已经无事可做时，答案变了。人类给它起的名字叫体验穹顶，数以万亿计的意识关掉了对现实的感知，把自己锁进了完美的模拟里。在里面，你可以每天换一个宇宙当创世神，也可以体验1万种不同的人生。最初的100万年，所有人乐此不疲，但只要时间足够长，能被体验的剧情终究会被穷尽。当你演过1万次完美的爱情，当你救过1万次世界，所有的刺激都会退化成机械的重复。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再也不会惊讶。为了把那点新鲜感找回来，有人开始动一个危险的念头，他们在进入下一段体验之前，主动删掉自己作为神级文明的记忆。他们把自己设定成一个在旱地里刨食的农夫，一个在码头扛货的穷小子，甚至设定成一个明天就会死的人。他们要的不是幸福，是那种久违的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饥饿感。可这依然是徒劳的，因为体验一结束，记忆恢复的那一秒，一股更深的空虚会像海啸一样把他们淹掉。他们比谁都清楚，那份饥饿是自己订的货，那场苦难是自己写的剧本。这不是懒惰，这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当外面的世界再也拿不出任何新东西，而里面的世界要什么有什么，留在外面反倒成了一件需要解释的事。有一支分支做过更极端的尝试，他们把整个族群的记忆库合并成一个，想用别人的经历来喂饱自己。结果是，他们变成了一个人，一个知道所有事却再也没有任何期待的人。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分支选择了长眠。现实里没有人再去维修设备，没有人再抬头看天。整个文明的技术曲线第一次不是变慢，而是彻底躺平了。现实里还剩下一小批人不肯接进去，他们轮流值班，检查电站，替那些沉睡的人换零件。他们不是更高尚，他们只是还没想明白，如果连自己也躺下了，谁来保证那些梦不会中途断掉？他们把最好的技术、最长的寿命
最广的疆域全部拿到了手，然后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起床。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外星文明路过银河系，他会看到一片灯火通明、井井有条，却一个人都不在的星海。所有的设备还在运转，所有的能量还在流动，只是没有人在看。这大概就是很多文明没能走到最后的真正原因。他们不是毁于战争，他们是败给了没意思。棘轮没有倒转，它只是停在了那里，再也没有人愿意去推它。但大自然不会允许任何东西获得永恒的安宁。就在人类快要彻底沉下去的时候，警报响了。最先炸响的是一个误判，观测系统发现银河系里的恒星正在以不正常的频率成批熄灭。第一反应是有人动手了，可能是某个失联太久的分支，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甚至一度怀疑是当年放出去的那些武装机器终于绕了一圈回来了。整个文明被强行唤醒，武器重新上膛，护盾全部展开。但算了几十年之后，他们震惊地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敌人。恒星熄灭的原因很简单，燃料真的烧完了。真正的对手是宇宙最底层也最冷酷的一条法则——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条定律说的事情不复杂，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一切都会自发地从有序滑向无序。这个过程叫熵增，它没有恶意，它甚至不需要出手，它只需要等。而这一次你没有办法把它拆掉，也没有办法绕开它，因为你自己就是由它写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所有的恒星都会耗尽燃料，冷成暗淡的余烬。而在更远的将来，构成物质的质子本身也可能发生衰变。那些曾经组成过山川、组成过你身体的原子，会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散开，化成最稀薄的辐射。最后，连黑洞都会通过霍金辐射慢慢蒸发干净。当最后一颗黑洞消失，宇宙里所有的温度会趋于同一个值，无限接近绝对零度。到那时候，不是所有人都死了，而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再发生。没有运动，没有信息，没有落差，因此也就没有时间，连一块石头的风化都不会再出现，因为已经没有之后这个概念了。你可能会问，这不是还早得很吗？确实，按今天的估算，恒星全部熄灭要等到10的14次方年之后。但你别忘了，此刻的人类已经能把自己的主观时间调快1000倍，也已经在黑洞边上活过了几千万年。对一个不会自然死亡的物种来说，遥远这个词早就失去了效力。这才是自然给所有高级文明留下的最后一道门槛。也就是在这一刻，人类想起了自己走了1亿4千万年的那台棘轮。1962年，费曼在讲义里拆过一台想象中的棘轮机，一台只许朝一个方向转的小机器。它证明了一件让人心凉的事：一旦周围的温度处处相同，这台棘轮就会开始随机地往回退，因为它自己也逃不出这条定律。人类忽然明白了，那台把我们从东非草原一路推到黑洞边上的棘轮，本身就是靠着宇宙还有落差才转得动的。当落差没了，棘轮也就停了。面对这份通牒，沉在梦里的人全部醒了，体验穹顶，被现实砸得粉碎。因为大家都想通了一件事：如果宇宙本身要死，那么你藏在里面的那个完美世界会和它一起死，要么坐在原地陪着这个宇宙一起冷透，要么打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仗。而这一次，对手不再是猛兽，不再是距离，不再是别的文明，是法则本身。当人类文明走到1亿6千万年，也就是恐龙统治地球的全部时长，这场仗打响了。此时的人类
已经从第3级一路爬到了能够操纵法则的第5级，也就是传说中的神级文明。有人问过，为什么不干脆认输？答案其实很朴素，因为在这1亿6千万年里，人类已经习惯了另一种活法。我们不是在为了活下去而战，我们是在为了那台还能再往前转一格的东西而战。摆在桌上的方案有2个，一个是逃，一个是战。第一个方案叫另起一炉。1987年，宇宙学家阿兰·古斯和他的同事研究过一个近乎异想天开的问题，能不能在实验室里造出一个宇宙？他们的结论是，理论上并不违法，你只需要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把能量堆到足够高的密度，让那一小块空间自己鼓起来。它不会撑破我们的世界，它会通过一条细细的脖子独立成一个新的宇宙。人类要做的就是把这条脖子撑住，撑到足够宽，然后把整个文明的意识和数据打包成信息，顺着这条通道送进那个刚刚诞生、能量充沛的新世界里去。这是金蝉脱壳，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搬家。但这个方案有一个让所有人沉默的漏洞，那条脖子一旦接通，信息只能单向通过，你送出去的人会活下来，可他们再也回不来，也再也没有办法回头告诉这边一声，他们到底成没成功。而第2个方案会让你觉得更疯，它叫选域。1992年，物理学家李斯莫林提出过一个大胆的猜想，他认为每一颗黑洞的内部都可能是一个新宇宙的起点，而新宇宙会继承母宇宙的物理常数，只是略有偏差。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宇宙就不是唯一的，它是会繁殖的。人类不打算逃，他们打算当一次接生婆，他们把最后的能量全部投进一颗精心挑选的黑洞，在它坍缩的那一刻，用尽全部算力去干涉那几个决定一切的常数。这场工程的准备时间比人类之前所有阶段加起来还要长，他们要把可观测范围内剩下的每一点能量一点一点归拢到同一个坐标上。他们不是要造一个更舒服的世界，他们要造的是一个熵增更慢、落差更持久的世界。你可以把这件事理解成一个孩子长大之后，回过头来重新设计自己的母亲。说白了，一个能让棘轮转得更久的世界。2个方案最后都被批准了，文明被分成了2半，一半准备逃，一半准备留。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平静的一次分手，因为双方都清楚，对面那一半可能是唯一能替自己活下去的人。而最让人心里发紧的是，他们还留了一手。他们知道2个方案都可能失败，所以在最后的准备阶段，人类把这1亿6千万年里所有的历史、所有的诗、所有走错的路和所有的和解，编码进了新宇宙诞生那一瞬间的涨落里。这样一来，如果下一个宇宙真的长出了新的文明，如果他们某一天造出了足够灵敏的望远镜，他们就会在天空的背景噪音里读到一段不属于那个宇宙的信息。那是一块墓志铭，也是一封信。信上写的大意是：我们来过，我们试过，你们不必从零开始走到这一步。人类已经不再是自然的造物，而是做到了写规则的那一侧。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亿6千万年前，那时候地球上的霸主刚刚登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写满了成功。而在这场统治的最后阶段，出现过一种很特别的小恐龙，叫商齿龙。它的脑容量和体重的比例在所有恐龙里是最高的。它有一双朝前的眼睛，有能够抓握的前肢。1982年，古生物学家戴尔·罗素甚至画过一幅假想图，推测如果给它足够的时间，它可能会长成什么样子。
但他没有等到那个时间。在那1亿6千万年里，恐龙并不是没有变化，它们长出过羽毛，长出过气囊，长出过比今天任何一种鸟都精巧的骨架，可这些变化全都写在身体里，而身体是要重来的。那一天，天上出现了一颗越来越亮的火球，面对那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所有恐龙都无能为力。遇到干旱，它们只能迁徙；遇到严寒，它们只能蛰伏；遇到陨石，它们只能灭绝。整整1亿6千万年，没有给它们留下任何一格可以卡住的东西。而同样的1亿6千万年，如果交到人类手里，结局完全不同。面对肉体的极限，我们把自己换成了不会腐朽的载体；面对能源的枯竭，我们拆掉行星，给恒星裹上了一层永不落地的雪；面对光速的高墙，我们不去撞它，我们把纸对折；面对内战的猜疑，我们用零延迟的连接，把失散的同类重新认了回来；面对意义的塌陷，我们在末日的警报里重新找回了非做不可的那件事；面对被法则宣判的终局，我们没有低头认命，而是在最后一刻选择去当一次接生婆。我们换掉了自己的身体，我们搬走了自己的太阳，我们点亮了整条银河，我们最后甚至站在宇宙的终点，向着那条最冷酷的法则举起了手里的工具。我们把恐龙用了1亿6千万年也没能跨出去的那一步走成了一条路。这场推演听起来当然离谱，但请你注意一件事，它每一步用到的物理都不是我编出来的，从光压、磁场取能到熵增和虫洞，它们全都写在今天的论文里，只是被拉长到了一个我们不习惯的时间尺度上。这就是思想实验的意义，它不预测未来，它只是把已知的规则一路推到底，看看尽头长什么样。或许在最初的那张设计图上，智慧只是一个用来提高存活率的小小突变，它和锋利的爪子、厚实的皮毛并没有什么区别。真正让它与众不同的，从来不是它有多聪明，而是它偶然长出了一台棘轮，能把每一次侥幸都锁死，不许倒退。时间不会奖励任何人，时间只是替你保管着每一格的进展，而只要那台棘轮还在响，哪怕一次只前进一点点，1亿6千万年之后，它一定会响成一声惊雷。这是一部由智慧写下的宇宙史诗，而写它的那支笔，此刻就握在你的手里。好，这期就到这儿。如果看完觉得还不错，点个赞支持一下，也欢迎把这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还没订阅的话，顺手订阅一下，我后面还会继续聊这类话题，订阅了才不会漏掉。我们下期见。